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呐。今天来给大家说3个事情啊。面具人告诉各位川普的支持者们，一个对你们来说应该是能让你们打鸡血振奋的消息啊，那就是拜登的腿断了。今天早上开始啊，面具人我就看到了网上在热传拜登的腿断了，甚至有人说拜登快死了，病危了，贺锦丽哈里斯都准备接任美国总统了啊，说这个哈里斯真的是躺着当总统，哎，就像吴建民说的一样，哈里斯是睡着当总统啊，睡上来当总统的。哎呀，川普的支持者们听到这个消息呀，他们的反应那种画面呀，面具人我都能脑补出来。哎呀，拜登快死了，哎呀，拜登受伤受得好，哎呀，川普赢了，对吧？肯定是普天同庆乐开怀，对不对？还好呢，是拜登腿断了，这再是川普的腿断了，那这些川普的支持者们肯定会有各种学说、各种阴谋论出来了，对吧？说有刺客刺杀川普未遂啊，有人要谋害川普啊，这种说法都会出来，是不是？其实呀，拜登伤的并没有这么重啊。这个事儿呢，具体是怎么回事啊？面具人在节目后半段告诉你们啊，拜登的伤情以及他是否接下来能够继续接任总统嘛，对吧？不管你是挺川普的还是反川普的，肯定最关心这个问题嘛。刚好呢，面具人这里还有拜登受伤的一些视频，等一下啊，一块放送给你们。好了，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石统计啊。哎呀，这个人说话讲新闻，天天都是拿他那个大光头担保，动不动就说，哎，我担保川普肯定连任，我给你们担保就是这啊，一定要相信我，死东记啊！你看死东记这个结巴呀，加上那个眼睛啊，哈巴狗眼睛啊，担保来担保去，就是没一个能担保成功的。你说史东记啊，要是开担保公司的话，估计这个担保公司就要倒闭好几百回了。史东记的今天的雷人雷语又说了惊人的话了，是什么呢？那就是史统计说习近平要开放油管 Twitter、Facebook 了，说以后中国人都可以直接用油管、脸书、Twitter 了。面具人我把他那个节目看到了10几秒钟了以后啊，我就觉得哎，说到这儿停下来就可以了，挺好的。可是呢，在接下来啊，史统计又说了，习近平呢只是考虑会开放油管 Twitter、Facebook， 有可能开放，有可能不开放。那史统计把这个下半段话说出来啊，说有可能开放，也有可能不开放。这句话说出来，面具人我就直接瞧不起他史统计了。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啊？老夫掐指一算，这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有可能赢，川普也有可能输，明白了吧？你说的这都是屁话啊，不用你说，是个人都知道啊。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习近平真的会开放这个海外的社交软件、视频软件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面具人我个人感觉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并且呢，这种可能性还不小，但是呢，绝对不是现在啊！呸！面具人我也说废话了，可能啊会等到00后、10后这些高度洗脑的人成为社会主流人群，那么他才可能会开放这些所谓的油管呀、Twitter 呀、Facebook 啊，逐步的打开这种大量的开放。目前来看呢，不太可能啊。那等到这些00后、10后高度洗脑人群成为社会主流人群，至少还要过个5到10年，甚至是15年的时间。但是呢，在这5到10年的时间中间啊，中共会一直探索啊，言论自由的环境下的信息宽松的环境下，如何该维持独裁集权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实际上呢，中共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一直非常积极。从每年4500亿的外宣经费上面，你们就能看出来，并且呢，中共也一直在积极的利用这些网红啊、意见领袖呀，在香港呀、台湾呀，甚至是美国华人圈子里面、加拿大、澳洲华人圈子里面，积极的尝试比物理防火墙更高级的玩法，那就是第3道墙、第4道墙，甚至是新墙。目前来看呢，中共的这种玩法测试做得非常成功。
经常看面具人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会有深切的感受，那就是这些香港粉呀、台湾粉啊，已经被什么猪下呀、分裂论呀、各种的极端异端学说啊，比如说杀光汉人畜生啊、肢解大中华呀、极端独立呀、支那汉人全部应该满门抄斩啊，甚至是有些香港人啊，台湾人能少一点，尤其是香港人啊，天天叫嚣要把支那畜生老弱妇孺全部做成炮灰送进火葬场啊。面具人我每次听到这种言论的话，哎呀，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挺可悲的。但是呢，港台人似乎对这种反人类的极端思想非常中意，非常喜欢啊。咱们且不说他能不能做到啊，就是天天嘴上吵吵，网上吵吵啊，说要杀光支那人，杀光大陆人。那你说这个话，你跟大陆那些小粉红天天说要杀光香港人、杀光台湾人有啥区别吗？对不对？并且呢，这中间的意淫成分就不少了。你天天说你反对中共，你反对集权，反对极端，结果呢，你香港人、你台湾人在这种仇恨当中、潜移默化当中啊，就变成了你最讨厌的人，这才是最可悲的。这些港台人啊，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信奉的这些极端学说都是中共的国宝专门派人出来带节奏。中共就希望发动人民斗人民，你们懂吗？如果真的港台人、大陆人团结起来，传播普世价值了，传播民主世界观了，那中共的政权就会动摇的。反而呢，港台人、大陆人互相狗咬狗，这样呢才能分化削弱彼此互相的力量，让他们在无穷无尽的斗争当中损耗力量。那面具人我昨天的直播也说了，你们自己仔细观察啊，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在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彻底的暴露了华人的反智和低文明素质。按理来说啊，台湾人、香港人反共吧，那台湾人、香港人他和大陆两边的观点应该是完全相反的。那港台人应该是捍卫自由民主的，他们应该对自由民主是坚定不移的相信的。可是呢，你看在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中，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三位一体，这三个地方的人，他们的言论出奇的一致，至少是大部分人啊，网上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言论是出奇的一致。大陆小粉红说美国的选举是假的，美国的民主是假的，美国的选票是假的，美国宪政危机了，美国应该来一场内战，甚至啊，就是还说什么神选之人、天命之子的这种说法啊，川普就是神之子嘛。按道理来说啊，神选之人、天命之子的这种说法应该是红色贵族的执政根基，小粉红这么说不奇怪，他们信这些玩意儿不奇怪，因为小粉红根本不知道民主体制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没见过，他们也没这个机会，没这个环境啊，可以理解，可以谅解。但是你看啊，香港人、台湾人这些生在言论自由环境下的民主体制下的人，在大是大非上，美国大选上啊，居然和小粉红是出奇的一致，甚至造谣造得更凶猛。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大部分的大陆人还是对政治比较单纯和不敏感的，他们对大选的话题的探讨也仅限于啊，美国牛逼还是中国牛逼，仅限于对比国家之间的强弱啊。很多大陆人探讨国际政治的时候也未必会否认美国的选票，你们懂吗？面具人我在大陆和朋友喝酒呀、吃烤肉、聊天的时候啊，聊到政治的时候，其实很多大陆人也是认可这种啊选票民主体制的，他们还没能思考到说，哎呀，美国的选举是假的，美国的民主是假的。只有中宣部还有这些网红意见领袖普遍在带这种节奏啊，美国的民主是假的，美国宪政危机了，美国人真虚伪，是吧？然后你看啊，香港人、台湾人也在说，哎，和大陆小粉红一模一样的言论，说什么美国的选举是假的，美国的民主是假的，美国被中共控制了，甚至港台人说的更夸张，美国的法院被中共收买了啊，美国的警察局被中共收买了，美国的 CIA 被中共收买了啊，这个美国的军队要是不保护川普的话，美国的军队也被中共收买了，对不对？
面具人，我有时候就挺奇怪的，你们生长在这种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下，你们难道想不明白这个军队它是不能效忠于总统个人的吗？那如果说军队不效忠于总统个人不帮总统打内战，那军队就是被中共收买的，你这是什么逻辑吗？对不对？但是你们看啊，你在网上能看到的这些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他们的言论是一样的，都是在否认美国你们看好他们的言论都是说，哎呀，现在应该是时候消灭美国共产民主党了。你们再看好这些香港人、台湾人，他们原来反共，但是现在在美国大选之后他们也不反共了，他们现在天天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在反美上面了。甚至黎智英还有台湾的意见领袖媒体都在带头造谣，制作什么文件制作什么3块硬盘的消息对不对还有什么说拜登和少女他儿子和少女满嘴的这种污言秽语、淫秽笑话淫秽谣言。那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些港台人会不服，说哎呀，我们反的是美国民主党，我们反的不是美国。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们了美国这几百年走过来，不都是两党两条腿走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协调着走过来的吗？让美国真正变强的、称霸世界了70年的，还真的是民主党的罗斯福呀，这是历史事实，你们不可否认吧，对吧？民主党毫无疑问它也是美国的一部分，对不对？并且呢，民主党也代表着美国半数人的，你反民主党，你还说你不是反美呢，对不对？民主党也是美国的一部分，民主党在美国也有相当多的选票，你反民主党，你就是反了美国，懂了没面具人，我反川普，我可没有说要消灭全部共和党，要美国打内战要彻底的把共和党的所有人满门抄斩我只是反对川普做的事儿，我对事儿不对人。咱们没必要玩中共那套株连九族的玩法，懂了没？不要像这些极端的粉丝，或者是这些中宣部的网军国宝给你们带节奏，说要把民主党杀光斩尽，知道不恨不得把他妈把他全家都给送进火葬场，知道不？仇恨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你们知道美国的图腾是什么？老鹰，对吧？老鹰有一对翅膀，对不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这样左边翅膀右边翅膀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交替的这样摆动，它才能飞起来，对吧？那你们这些香港人、台湾人包括大陆人，现在天天说要消灭民主党，这就相当于是要把老鹰的左边的这条翅膀给剪掉那把翅膀都剪掉了，这老鹰还能飞吗？这老鹰还能飞吗？别说它能不能飞了，它直接就是失血过多挂了都有可能，对吧？那你们看大陆人悲剧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共产党欺骗，被共产党奴役，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自由，也没见过真相，情有可原。那香港人悲剧、台湾人悲剧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有自由能看到相当大的一部分的真相，他们有民主，然后他们却自己选择抛弃自由民主，诋毁民主，懂了没？实际上就是这类香港人、台湾人比大陆人更活该、更可耻。香港人、台湾人现在也不反共了，天天反美了。你们知道人最可悲的是什么不？人最可悲的就是你反对你的敌人，结果呢，你反着反着呢，就成为了你的敌人的走狗了。不管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无意识的更可悲。那么香港人、台湾人也包括很多海外华人都在盛传什么神选之人呀、天命之子呀。你看神选之人、天命之子，其实就是说君权神授嘛，天命之子对不对？尤其是香港人、台湾人，在这种民主国家选票制度的政治体制下，还要说什么君权神授、天命之子、神选之人，这种言论本身就是对民主制度的亵渎和践踏，对不对那以后就是说了谁当省长谁当总统，那就是看红色贵族或者看绿色贵族看蓝色贵族谁的命好就让谁当
对不对？那这种说辞就是红色贵族的统治基石，神选之人，君权神授，我是代表上帝来统治你们的。红色贵族每个人其实都是非常迷信的，并且呢，他们都相信天命之子的这种说法，他们真的是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比普通人高人一等啊！普通人是垃圾、畜生、牲口，他们才是真正的神之子、神的国民，他们生下来就是统治咱们这帮杂碎的，懂了没？其实神选之人的这种说法，你从逻辑上你也无法反驳。咱们来想嘛，为啥习近平是皇帝呢？为啥川普是皇帝呢？为啥人家红二代生下来就是红二代呢？为啥你生下来就要搬砖呢？原因很简单嘛，你不是神选之人嘛，人家都是神选之人，对不对啊？人家是天命之子，所以呢，人家习近平、红二代、川普都当皇帝，都当贵族啊，人家是神选之人，你不行，因为你不是神选之人。这种说法你没办法反驳呀。那好，你说红二代、官二代不是神选之人，那为啥他生下来就比你过得好？为啥你生下来奶粉钱都要紧巴巴的凑呢？啊，因为你没有被神选嘛，你不是神选之人嘛，你不是天命之子嘛，懂了没？你们自己仔细品品啊，这些民主大师的言论，你们自己仔细的回忆一下他们说的东西，他们难道真的是反共吗？你们仔细想想，这些人其实他们的言论啊，都是在为中共背书的，都是在植入中共的意识形态的，都是在强化红色贵族的执政合法性的。比如你选的不是我，那你就是作弊，我们就应该拿起武器推翻选举。观众朋友们，我问你，这套说法是不是就是中共那一套暴力革命理论，对不对？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暴力原规则。并且这些民主大师他们还提倡保守主义、丛林法则，我赚钱我牛逼，你穷人你没钱你活该，你滚一边死去啊！这个社会不应该有高福利，谁牛逼谁赚钱谁就有本事，没钱的人就应该被淘汰啊！不应该管他。这也是中共的这种绞肉机的统治模式的这个理念嘛，对吧？然后呢，就是天命之子、神选之人、君权神授的这种说法，目的就是让你认可君权神授、君主制、帝王制。神选之人本身对于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亵渎，懂了没？那他都被神选了，我们还选个屁呀？神都把他选了，对吧？啊，观众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啊，谁倡导什么神选之人，那他一定是在维稳的，懂了没？他目的就是要让你认可君主制、帝王制、君权神授。你看人家红三代，人家天生就是命好啊，人家生下来就是含着金钥匙，你生下来你连个奶粉钱都没有啊？为啥？因为你不是神选之人，人家是神选之人。咱们仔细品品这个话啊，这些民主大师告诉你这种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认命啊！因为这人呐，一旦认命了，他也就丧失斗志了，也就失去威胁性了，懂了没？人生最可悲的莫过于认命，更可悲的是华人，包括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海外华人啊，现在都认可天命之子的这种说法，懂了没？好了，来讲一讲 TCL 的事情。中新网11月30日消息，近日一起涉嫌不正当竞争的诉讼成为彩电行业的关注焦点。11月27日，青岛市中院一审判决 TCL 在其运营的 TCL 电视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发布恶意贬低海信激光电视的短视频内容，具备主观侵权，故意损害了原告商业信誉和商业声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一审判决 TCL 构成商业诋毁，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判决的内容显示，被告 TCL 在其运营的官方微博、官方抖音上发布了诋毁激光电视产品的短视频内容，并将视频内容把自己的 TCL 电视比喻为100分电视，然后呢，贬低了这个海信的电视。在其发布侵权视频之后呢，不仅在抖音账号中显示置顶，还通过专卖店的销售人员传播相关侵权视频，并对原告的激光电视进行口头上的诋毁。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定，近几年海信激光电视在国内激光电视市场占据较高份额， TCL 作为直接竞争对手，在官方认证的 TCL 电视抖音和微博账号上发布针对激光电视产品的诋毁视频，并且视频构成虚假信息造谣，主观故意明显。侵权视频使用对比、夸张、贬损的方式对激光电视进行了引人误解的描述，明显超出了正常商业评论的合理限度，足以误导消费者。法院一审判定 TCL 发布的侵权视频损害了原告商业信誉和商业声誉，构成了对原告的商业诋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15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3款、第11条、第17条第3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17条的规定，依法认定 TCL 王牌电器商业诋毁成立，判决 TCL 赔偿海信电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面具人，我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事件背后有什么阴谋啊。其实现在国家啊就是在发动这些企业家互斗啊，目的是为了什么？混改、公私合营、公有制改革一直在进行啊，并且呢前一段时间又约谈了很多企业，包括这些科技企业，尤其是还有网络公司很多啊，包括这几天捧起来的什么叫做沈嘉欣的啊，也调动了很大的媒体资源，让这个女的啊一夜之间从一个不知名的人传遍了海内外啊，海内的网站、海外的网站啊。你们之前听过有个叫沈嘉欣的人没有？没有吧？现在知道了啊！面具人，我也是传播的一份子。当然了，我是要揭发他啊，因为这个沈嘉欣啊被人指出来是个假人，是一场炒作。他用的头像还是用的别的明星的头像，而且呢，这个时间点啊，你看又是什么一夜之间啊，海外民主大师阿波罗呀、法轮功呀。然后他们还配合中共中央联合的文宣啊，来宣传这个人，把这个人塑造成一个反共女英雄。我之前是怎么说的？共产党他每隔3个月就要造出来一个民主战神、民主大师，为的是什么啊？就是让你们看嘛。并且面具人，我再给你们预言啊，随着民主党的上台啊，共产党会在接下来啊越来越密集的去捧出来更多的民主意见领袖啊，为的就是迎合民主党的这个意识形态要求啊，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咱们在另外一个节目再说吧，反正就是这个套路，简单的给你们讲一下啊。民主党他要求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个意识形态，并且呢，民主党最近已经密集发文在抨击中共侵犯人权的事情了。那么咱们来想一下啊，那你说我侵犯人权，我现在不侵犯人权了，行不行？我自己捧出来一些反共公知呀、民主战神呀，对吧？啊，我也让他们讲民主呀。但是呢，你们这些听众啊，傻子不会知道这些民主战神，哎，他实际上还是共产党培养的。他说9句真话，1句假话，关键时刻呢，还是把你们往坑里面带，懂了没？啊，咱们想一下嘛，哎，这个女的还敢批判钟南山，还敢批判党中央啊，她居然可以没事儿，还能红遍大江南北。普通人要是呼吁一下啊，批判钟南山，批判党中央，那我估计就是董瑶琼那个下场嘛，对不对？董瑶琼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啊，知道不？他区别了平民反共的下场和奉旨反共的下场，懂了没？这个女的她批判钟南山，批判党中央啊，不但没有被喝茶，不但没有下场很惨，反而呢，哎，名利双收，哎。然后呢，咱们再看现在这个马保国事件啊，这个事情呢，也是什么东哥呀、袁腾飞呀这些民主大师联合把它炒起来的。你们自己仔细想想嘛，你要是个平民老百姓，你别说是你让东哥在节目里面提一下你了，你给东哥5000块钱，你看东哥会提你不？啊，最多就是啊，谢谢呀，谢谢给我打赏啊，对不对？他会专门给你出节目啊，配音呀、剪辑呀，来描述你吗？不行吧？但是马保国可以，证明马保国是什么？你们心里面应该明白了吧？马保国之前火得很，你们自己仔细看看这张图片啊。11月29日，
微博管理员发布微博社区公告称，自称武术大师的马保国因名不符实的言行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注，近期还引发了众多网友创作视频对其进行讽刺批判的热潮。我打一下这个动作，你看一下。要打好这个五连鞭，2点必须的：一要有内功，练好内功以后，你才能打出闪电送火弹头劲。但随着舆论热度的上升，也出现了借此进行恶意炒作的趋势。为了有效防止这一趋势，除了正常的讽刺批判内容之外，微博将对借机恶意营销炒作的内容严格控制和审核。微博管理员表示，目前已解散了马保国相关的粉丝群。除微博外，11月28日晚 ，B 站发布公告，即日起将严格限制审核管理马保国相关的视频内容。目前在 B 站搜索栏直接输入马保国或者是马保国叉叉，已经无法搜到相关炒作恶搞的视频。面具人，我前天的视频还说到了，人民日报批判马保国这类的事情，就是为了接下来的互联网整风做铺垫的。其实共产党它就是这样，它不会一次性的把事儿做绝做极端，它反而会温水煮青蛙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挤牙膏，让你一点一点的被心理按摩适应了以后啊，他接下来才会做更狠的事情。好人坏人，共产党两面都扮演，懂了没？一点点的推进。但是你们要是能意识到危险的逼近呢，共产党就会放缓他的脚步。然后呢，你们松懈了，他就再往前给一点，懂了没？你们经常看面具人我的节目，有助于你根据共产党的文宣呀、他的行为呀、他的蛛丝马迹呀，来判断他接下来的动向啊。好了，来讲今天最后的一个话题啊，重磅啊！网上现在都在热传拜登的腿断了，甚至有人说拜登快死了，哈里斯已经准备接任总统了。很多级别低一点的大外宣啊，民主大师还借着这个机会转向了，跳船了啊，说哎呀，哈里斯当总统了也比拜登当总统好一点。美联社最新消息啊，当地时间28日，美国总统乔拜登扭伤脚踝啊，对，这个新闻啊是大陆这边报道的啊，大陆这边是用的美国当选总统这4个字的名号啊，听懂了没有？拜登因为遛狗跟狗玩的时候扭伤了脚踝，爱狗人士拜登啊，真的是名副其实呀。大多数喜欢小动物的人呢，还是比较有爱心的。当然了，也有那种纯傻逼啊，虽然说喜欢动物，但是人品不咋地。这就是面具人我说的，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啊，各个领域都有好人有坏人啊，咱们不能把所有人一概而论。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港台人呀、台湾人，我说的都是极端粉啊。但是这些极端粉就像传染病一样啊，他们的声音很大，他们总喜欢去强迫别人，要影响别人。所以呢，这些人的扩张必然是我们这些理性的善良人的冷漠而导致的。如果你纵容这些极端和邪恶的蔓延，那证明你和这些犯罪分子没啥区别，区别只是在于他动手了啊，你纵容了。这里就不多讨论这个话题啊，咱们继续说拜登受伤的事情啊。拜登的办公室表示啊，出于谨慎的考虑啊，他在周日，也就是昨天啊，接受了骨科医生的检查。这个检查结果显示呢，拜登没有明显的骨折，估计呢也就是把脚扭住了，软组织挫伤之类的。只要不剧烈运动，休养上半个月、1个月差不多就好了。当然了，拜登因为年龄大嘛，可能会更长时间。有些软组织挫伤啊，比如伤到韧带了，那恢复起来就很慢了。
面具人之前因为跑步嘛，把大腿根这块的韧带给拉伤了。哎呀，结果我疼了半年时间，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吃鹿筋才恢复的。哎，扯远了，咱们继续说拜登的事情啊。周日下午，拜登被送往距离特拉华州住宅约半小时车程的一处骨科专家门诊接受检查。他的私人医生凯文·奥康纳在声明中称，初步检查 X 光的结果显示，令人安心，没有明显的骨折。但是后续将接受 CT 扫描作为进一步的评估。也就是说呢，目前通过拍 X 光显示，看骨头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这个 X 光呢，它是一个平面的，未必能反映出全面的情况。而且呢，人的这个脚啊，它的骨量很多啊，这个结构比较复杂，不像咱们的这个胳膊的这个指骨、两骨啊，大骨头就是一块，很容易看出来啊。但是脚里面的小骨头很多。所以呢，为了谨慎起见呢，后续还要让拜登拍 CT， 因为 CT 的这个影像拍出来更加全面嘛，更加立体嘛，所以呢，拍完 CT 才能反映出更多的问题。那如果 CT 你还不放心的话，那就拍核磁共振，连这个神经呀、软组织都能给你拍出来。其实拜登的这个脚啊，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也就是普通的扭伤，而且我认为啊，拜登你看他的表现啊，他都没有严重到疼得动不了、拄拐杖的程度，走慢点走轻点还是可以的。那面具人我这里啊还有个视频啊，就是拜登他去诊所看完病从诊所出来的视频。咱们从这个视频上啊可以看出来，他走路啊明显可以看出来他走路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啊，走路还行。并且呀，你们看好了，这一则视频的结尾啊有惊喜，就是川普对拜登的受伤的这个事件啊发推特了，并且呢他讲的话啊这个内容会让你们出乎意料。我当时面具人看到这个川普讲的话的时候啊，我也是很出乎意料。你们看这个视频啊。看完了吧？你们看视频的结尾啊，川普说了什么？川普他转推了拜登看病的视频，并且在视频上面配上评论说希望拜登快点好起来。那面具人看到川普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啊，面具人我还是挺震惊的，因为按照川普以往的表现，川普他嘲讽残疾人之类的做法，面具人我还真是想不到川普会去关心拜登，会去祝福拜登快点好起来呀。而且拜登和川普他是政治竞争对手，按照咱们华人的思维来想啊，川普在这个时候应该兴高采烈才对呀，甚至川普应该嘲讽拜登才对呀。至少咱们华人在这件事上啊，都是盼不得拜登好的，甚至希望拜登挂掉。所以为什么面具人我总是说西方人更像人，因为他们有时候啊就是让你不可预测，而咱们华人更像是机器人。因为你看华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很明显的可以预测的，通过特定指令激发的。而且你们看啊，华人也可以把川普说希望拜登快点好起来解读成为川普那是胜利的祝福，那是在嘲笑拜登呢，嘲讽拜登呢。实际上啊，川普心里面是希望拜登死呢。观众朋友们，面具人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此阴暗的种族能够迎来光明的社会吗？你们告诉我。而且为什么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因为每个人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不，那个歌怎么唱的？我们不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记忆，我们在这里等你。